大家好，我是李灿，好久不见啊！今天啊，我想和大家闲聊一下啊。确实，很多朋友可能都特别好奇，就是我最近在干什么啊？好像发视频也不积极，对不对？有些同学甚至在后台给我留言啊，问我老师你怎么了啊？是不是度假去了啊？是不是生病了？有我微信的同学甚至给我发信息啊，特别担心我啊，我挺感动的啊。但其实我没有发生什么重大的事情，呃，也不能这样说啊，这样说是不对的。其实对我而言，我觉得这段时间是我人生的一个重大的转变期啊。说来话长，咱们就慢慢说啊。我最近究竟在干什么啊？是这个样子的，我今年39岁了，对，39岁其实是一个人生的一个节点，马上就要40岁了。但是我觉得自己有点儿蹉跎了非常多的时光，好像也没有什么大出息啊。虽然做这个 YouTube，以及当中文老师啊，这几年收获挺多的啊，不只是收获了这个工作上的经验呐，也收获了友情，对不对？同时，其实在我本身能力的提升上也是有作用的。但是啊，我内心其实一直有个声音啊，在呼唤呢、在呼喊啊，你真的想只是做中文老师吗？啊，你内心不是一直想做另外一件事情吗？对，其实这一件事情，它就像一颗小芽一样啊，一直在我心里长着，但是它没有长大啊，没有茁壮的长大成一棵参天大树啊，一直是一颗小芽。但是有2个原因吧。首先就是随着这个我们做大叔中文啊等等，我和茶叔还做了一个大叔小站，我们引进了一个形式，就是书啊，分级读物啊。因为我和茶叔2个都挺会写东西的嘛，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有一个趋势，就是茶叔写的东西可能会五花八门比较多一点，但是我发现我写的东西大多数聚焦在怎么说呢，以儿童为主角的一些故事。其实为什么这样写，说明这是我的潜意识让我这样去写的。我的潜意识，在我拿起笔的那一刹那，在我写下第一句话的那一刹那，他就把我往那个方向指引着，往前带着。最终故事呈现出来就是许许多多的以儿童为第一主角的这么一些故事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因为确实我在大叔3人组里头是唯一一个结了婚的、生了孩子的，这其实对我有非常大的影响。其实我和茶叔他们讨论过，就是童年的时光啊，我们几个好像都不算特别顺啊，但是我会很奇怪，其实对我而言，我的童年好像大部分事情都记不住了，都忘记了。比如说我之前曾在乡下生活，你说让我回忆起很多细节，没有，我想不起来。茶叔和笨叔其实都特别奇怪，为什么？为什么会这个样子？我其实也很奇怪。我一开始的时候会把这个归因为就认为是我记性比较差啊，所以我想不起童年发生的许许多多的事情啊。有些人记性比较好，像茶叔记性就非常好啊，任何事情他都能记住特别特别多的细节。但对我而言，好像记不起来。而且我发现，就是你在让我讲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反倒讲的不是那么好，但是让我写东西的时候，我发现会写得更好，因为我写东西是一种沉浸式的状态，我会沉浸在整个故事里，我会打开自己的五官去感受，然后我写下的东西就是我在当下的感受啊，我看到的，我听到的，我摸到的，我闻到的，等等啊。这只是一个点，真正这个点的爆破之处啊，就是真正带来转机的，就是其实是我儿子出生之后，我对我儿子的陪伴越来越多，其实我对他的理解，就作为一个孩子的理解越来越深刻。
同时呢，在这里其实还有第三点啊，我不得不说，就是因为我老婆其实有一段时间学了心理学啊，对，她学心理学，一方面是因为教育孩子，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为了疗愈自己，所以她对自己挖的比较深啊，她确实共情能力也特别强，而且她把她的学的东西都教给我，让我也真正的开始回望自己的过去。有一次，其实他在做那些鼓励咨询的时候，老把别人给弄哭。他那天和我说，要不给我做个鼓励咨询，我说不要吧，我都想不起来我有什么东西值得去说的。我小时候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啊，没有特别开心，也没有特别难过啊。我老婆说就试试看呗，试试看也没什么损失，对不对？我想也对啊，所以我俩就坐在那块儿，他就问我，让我去想。奇怪的是，就是真正通过他的言语的引导，我开始去想的时候，我想到了我自己的童年的底色是什么？孤独。我的脑子里出现的画面是我当时坐这个中巴车，从县城到乡下的这么一个状态。当时中巴车连座位都没有，我是坐在那个发动机盖上的。为什么我想不起来了？但是那是一段时期，就是我的父母到县城里工作了，然后我和我奶奶两个人在乡下生活。我奶奶又是一个比较严肃的人，那一整年的时间，因为父母后期相对稳定下来，周末会让我去县城，然后我就坐着中巴车啊，刚好我那个时候是8岁左右，就是和儿子差不多大的时候，我就会带入他的心境，就想了，要是他这么大，像我那个状态，他肯定会非常的难受。我就想，我在当时肯定也会非常难受，特别孤独，和父母离得这么远，感觉好像没什么依靠，奶奶又是很沉默的、很严厉的人，所以我过去的很多东西都浮现出来了，就是慢慢的都浮现出来了。我开始对自己的过去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原来过去它并不是一团迷雾，只是很多东西被我掩盖了，被我遮掩起来，不愿再去看了。因为那一段时光可能对于我这个其实也算挺敏感的人而言，是一段不堪回首的过往啊，所以我把它封锁住了，我不愿再去看了。所以这段时光其实反倒是塑造我这个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段时光，它造成了我后期的所有的行为的模式。我后期为什么是这么一个状态，对不对？我虽然感觉好像也挺敏感的，也挺想的挺多的，也算挺聪明的，但是我做事情总是犹犹豫豫，瞻前顾后，总是会担心这个担心那个，而且不够勇敢，不够坚决的去做一些事情，做做就放弃了。为什么呢？我觉得在那一段时光里有我的答案，所以我其实就慢慢的开始回溯那段时光，然后我就决定我写写那一段时光吧。因为那段时光其实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我爷爷。我爷爷是一个我觉得比较乐观的、开心的这么一个人，但是他在我7岁的时候就出车祸死了。就他其实带给我的影响不是那么的直接，但是却非常的巨大。在我开始写我的之前的一个故事的时候，我就莫名其妙的去把自己，就是这个故事就莫名其妙把我引到了我爷爷那个地方。就是我爷爷当时是出车祸走的，就甚至是没有一个正式的道别的，他就从我的生命里突然之间消失了。而且随着后期，因为肯定是在前期我爷爷还活着的时候，我从我爷爷那里其实是得到非常多的能量的、陪伴的、欢笑的。但是到后期我父母去了县城，我在村里留守的时候，我奶奶又是比较沉默严肃的这么一个人，我内心对我爷爷的思念是愈加深刻的，
愈加强烈的，所以我会把很多东西都寄托在这个里头。所以我写故事的时候，其实我第一篇真正算是写的比较好的故事的是，就是写这个。我当时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想写爷爷的，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奇幻故事的这么一个人，可能是因为我想象力比较丰富。想象力是怎么滋生的呢？其实想象力我觉得大部分原因是因为孤独，你孤独可以通过想象来抵御孤独，所以我特别喜欢看奇幻故事、奇幻电影啊等等。奇幻故事像《爱丽丝梦游仙境》，对吧？奇幻电影像宫崎骏的龙猫呀、千与千寻啊，还有我后期比较喜欢看的尼尔盖曼的 Coraline 啊，对，等等啊，非常多啊。就这所有东西它其实能给我安慰，所以我开始写故事的时候不自觉也是以这个作为一个切入口，就是因为你喜欢什么你就想做什么，你又想我也想写一个我自己会想看的这么一个故事。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把这个故事设定在老家村里，我想象的自己看见了一条神龙在我眼前死去，就是这么一个画面。然后我写故事的时候就自己带入，我用的是第一人称嘛，就是我怎么样啊，我7岁的时候还是8岁的时候，就首先到西边陪我奶奶洗衣服的时候，突然之间出现了一个神秘的现象，我进入神龙的临死结界里，神龙要死了，然后他创造了一个和外界完全隔绝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我看到神龙从溪水里飞出来，然后朝着天空飞去。天上的一些乌云就像一个个巨人一样，他们手拉着手，最后形成了一堵非常厚的云墙。然后神龙一头撞了上去，头破血流。但是最终穿过了厚厚的云层，让阳光重新照射下来。最后，神龙落在了地上，感觉快要死了。在那一瞬间，我就想到了爷爷当时被车撞死的样子，然后两个形象结合在了一起。就在那一刹那，我就知道啊，我写这个故事的目的在哪里。其实，在那一刹那，也让我明白，其实我内心有很多东西，我需要通过故事这个出口把它展现出来、宣泄出来。然后我又特别喜欢构建一些特别奇奇怪怪的东西，特别奇奇怪怪的现象等等。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其实断断续续写了一些故事，后来还以我儿子为主角写了一个故事。就是在前一阵子2个多月前吧，我决定就是真正严肃的创作一篇儿童奇幻小说，因为我觉得短篇它是灵光乍现啊，一个个灵感出现了，写完就完了。因为我基本上写故事都坐下来写，然后就出来了。我想我能不能把这个过程拉长，我看一下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写出一篇长篇的故事。那我最早想写什么呢？其实就是想写我自己在乡下的那一段留守的那一段孤独的这一段时间，以及爷爷已经去世了，没有真正好好道别。那这个时候穿插一些神奇的生物，还有我表妹的小时候啊，6岁左右，那个时候8岁，这样把它全部结合在一起，揉在一起，变成一个其实是疗愈我自己的这么一个故事。我相信这种东西它面对的是人生里头的一个终极命题，就是死亡，同时它还包裹了孤独、陪伴等等主题啊。我相信我所感受到的东西，我也可以通过这些文字让读者真正感受到。所以我就用了2个星期左右写出这么一篇5万多字的儿童奇幻小说。写完之后，我心里当然是很舒服，就感觉好像把内心一些东西给挖出来了，一些深藏的东西给挖出来了。在那一瞬间写完之后，我突然觉得，我既然能写一篇出来，会不会只是我在挖掘自己的过去，我并不能进行一个更为长久的这个写作生涯呢？我可以这样说啊，我就想我再写一篇吧。于是呢，我又
把之前写我儿子的一篇短篇小说作为一个入口，作为第一章的一个状态重写了一遍，然后进入那个入口去写。我本来想写一个更为明快的这么一个故事，发生在现代都市的这么一个故事，但写着写着我发现最后还是落实到了我自己身上。就是其实我觉得写作可能在很大一定程度上就是为了疗愈自己，同时也能带给读者生活里的一些希望。当然我的所有东西的内核是这个样子，表面其实是一些儿童奇幻故事的冒险故事啊，也会有很好玩的人物啊，就像我自己喜欢看的故事一样。而且我发现真的自己特别擅长写这些故事，写得特别好，就是我会以自己的审美标准去看待我自己的故事，我觉得写得很好。所以我其实就是在这1-2个月时间内，基本上沉浸在写这个儿童奇幻小说里头。其实说实话，我一直想写小说，我从大学毕业开始我就说我要写小说，我要写小说，可是一直我都不知道我能写什么。所以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之前一些伟大的作家给年轻人的一些建议就是不要着急写，你先去生活，经验累积到一定程度，你自然有故事想写。假如那个时候你还想写的话，假如你真的想写的话，那个时候就会自然而然的水到渠成的。对我而言也是这个样子，所以对我而言，我是从39岁才真正开始写自己的第一篇小说，所以到现在其实我心里就安定不少了。后面我就可以慢慢的去写了，不着急了。我一直想做的事情，在这个时间内集中做好了，后面就是细水长流的这么一个过程了。中文教学的东西我肯定会继续捡起来，然后呢，每周我都会以这种形式和大家随便闲聊，关于我自己的生活，也可以是关于生活的一些想法、看法等等都可以那么今天咱们的节目就到这儿你也可以和我分享一下，就是你有没有什么梦想一直想实现，但是一直没有去做呢？好吧，那么咱们下期再见。